我是君令，欢迎来到我的写字频道君令学堂。我在这个频道中和大家一起学习写字。如果你觉得这则影片有帮助到你，请你不要吝惜，在下方记得帮我按个赞哦。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去培养感情。跟谁培养感情？就是让笔跟手一起培养感情。控笔能力在学硬笔字里是非常重要的能力，但是就是因为往往这层的能力需要训练，所以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就会常常觉得挫折感很重。我也常常这样，就是写着写着就觉得自己的能力好像无法再提升了，看着泛字或是帖字上面的字体，想要去学却抓不到诀窍，或者是抓到了诀窍却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手控制去写出那样子的笔画，或是那样子的长度方位。好，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手的掌握能力还是不够的。那我们要透过一些练习呢，让我们的手跟笔之间呢感情更加的融洽，也就是让手能控制笔去你想去的地方，这样你才能更轻易的去写出你想要写出来的字体，它的样子、大小，甚至是长度，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控笔能力。好，那我今天就要教大家一个我经常去使用的一个小小的练习。那在这个练习做完之后呢，就会觉得呢，手在运笔的时候，它其实感觉会是更自在的哦。那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小小的发现，也就是我经常让我的手跟笔一起进行的游戏哦。好，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我必须要先告诉大家一个实话，就是我认为其实正确的握笔真的是有帮助我们在书写时候的这个进行。好，以前我的握笔是长这个样子的，我以前握笔的方式也是。好，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它其实有一个蛮大的麻烦，它就是呢，当你在书写的时候，你的角度会变得很小。好，会变得这么小，大家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好，书写时的角度会变得很小。好，因为你的笔整个被你的指头卡死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书写的时候范围就会变得很小，比较没有办法自在的去发挥。好，那现在呢，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可以把你的握笔稍微更改一下，变成是大拇哥食指捏住笔，然后呢，再把后面的指头藏在我们的笔杆后方，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无名指藏在指头后方，小指头再藏在无名指后方。好，这样子翻过来。好，这样子的状态下去写会好很多哦。那你如果对握笔的部分呢，很有兴趣，好，那我也有拍摄有关握笔的影片，可以让大家去学习。有2个握笔的影片都很建议大家去观看哦。好，那么你可以在影片上方的连结或是下方说明栏中找到。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试一试刚刚我所做的这个回圈练习。我今天要教大家就是弹簧圈的练习。你就发现其实范围整个开始可以变得很大，而且在运笔时也会很轻松哦。好，那可能刚开始我们修正自己的握笔姿势的时候，会觉得写起来怎么样都不顺，非常的奇怪，这是正常的，请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觉得很失望。其实这都是一个练习的过程，慢慢就会转好，然后转好之后慢慢又会进步哦。好，今天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有关这个回圈的练习。好，那我把我们的这个镜头放大一点，让大家看清楚哦。首先我们要练习画弹簧圈咯。怎么练习呢？先用比较重的力道画弹簧圈，画小圈小圈的弹簧圈。好，你也可以跟着拿笔做一做，你会发现真的越练对自己的控笔能力越有帮助。好，那你画完粗的之后，画个50到100圈之后，开始画细的。细的弹簧圈怎么做？细的弹簧圈要做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的在我们的笔跟我们的手之间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刚粗的弹簧圈，你可以放心的把我们的笔的手的力道往下压，把笔尖整个贴向我们的纸面。可是你在画轻的弹簧圈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笔往上，仿佛往上拉到呢只剩笔尖轻轻接触纸面，然后慢慢的往下。然后你的手的力道也会放轻。好，那练细的弹簧圈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为了做出笔画粗细中细的部分，为了这个细的部分在做练习哦。好，
那细的弹簧圈画个50到100圈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2个东西交叠起来做，也就是我们画粗细相间的弹簧圈。这时候手部的控笔就开始做了一个锻炼了。好，粗的弹簧圈，细的弹簧圈，再粗的，再细的，再粗的，再细的，再粗的，再细的。好，就这样又50到100圈之后，开始你就会觉得这个手跟笔之间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感觉了。你会觉得你的手更容易去掌握你的笔的运笔的那种感觉哦。好，接下来我要大家写横画横画是横画之王哦。能写好横画，其实就是在写硬笔里一个超级好的一个开始。好，那我们写的时候，我们由重，然后轻重，重轻重。好，大家有没有发现，前面重，中间轻，最后重？你会发现那些硬笔字的高手，他们在写字的时候，不仅仅是整个字体结构很到位，他们连笔画的粗细都有办法用一支硬笔，然后做出类似像毛笔字的效果。没错哦，那就是真的呢，练习到了一个境界之后，他的功力就是真的非常的高强。好，那再来呢，做完了横画练习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拿几个字来试试看。好，比如说我觉得呢，棉布这个部件很适合拿来做一下这种轻重的练习。好，我们的点是重，竖是重，但是横钩的横是轻，钩又是重。好，那我们中间这一段，你看这一段如果想写出这个细细的笔画可不容易，那必须要你能够在这个控笔的这个能力上是还算是有一个成熟度才能做得出来哦。好，棉布多练习几个。好，重，然后再来轻的时候，记得我们把我们的笔只有笔尖接触纸面，然后往旁边拉。好，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轻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好，那我们来练习写一个字，我们来写寒，寒冷的寒。好，寒冷的寒，我们在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的控笔，刚刚控笔训练的能力，去写出轻重相间的笔画。好，那么我现在呢，用这个中性笔来写给大家看看。好，其实我经常书写的笔，最常用来书写的笔是中性笔。那我使用的牌子是这个牌子，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不是业配文哦，这不是业配文哦。这个呢是我自己很爱用的笔，我觉得它写起来手感还不错。那我用它在写字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顺的，所以后来我的笔几乎都改成这一款笔。笔跟人是要培养感情的，当你越常使用它的时候，你就会越容易写出好字。那其实工具熟悉了，那其实呢，再给大家看看，工具熟悉了，那其实呢，你在书写上面呢，工具对你的影响就会越少。那你排除越多的对你影响的因素，其实你在写字上面就会越容易写好哦。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如果用中性笔来做的话，它在写的时候呢，画圈回圈的部分呢，好，也是一样可以做出重，然后轻重轻重。好，那试写刚刚的寒给大家看，寒重棉布的部分。好，轻，好 ，OK， 然后我们的横画，再来我们的撇捺加长点点，好，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控笔能力就慢慢出现了。我很常用这样子的练习，在我开始写字的时候。当一开始的暖身，让我的笔能够跟我的纸还有我的手之间先有一个协调度。好，然后呢，就可以在我在写字的时候，让我的手不会有一种卡卡的感觉，比较能够施展开来。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练习，其实没有很困难哦。
花一点点时间，然后每天这样练。如果叫你每天写字，也许你觉得很痛苦，可是每天画这样子弹簧圈，粗细相间，粗细相间的弹簧圈，应该就不会太难。好，但是别小看这样子的练习，其实每次的练习都是在增加自己的能力。那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呢找机会去试试看。那今天的练习分享不是胡扯哦，是我真的觉得蛮有帮助跟收获才跟大家分享的。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课程安排，那非常欢迎你能够帮我的影片按个赞。我觉得每一个影片制作者呢都是非常用心在制作影片，当然也包括我之内，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的鼓励哦。如果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不妨留言鼓励我，或是替我按个赞支持我。那么也希望我所拍摄的影片能够真正帮助到大家，如果有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一起在写字的路上一起学习。好，那么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见咯。